嗨，我是 Albert。这集要搭公车去哪玩呢？先前我们坐过从板桥、新庄、泰山到林口的786，但却没能好好的深入林口，探索林口周边的景点。这集林口的朋友们有福啊！就有这么一条路线，现在仍是林口朋友们相当仰赖的国道黄金线966。我们将从台北车站出发，一路直上林口。接近过年时分，除了造访走春的热门景点之外，还会走进开幕至今仅2个月的全新景点，让林口注入了全新的意象。就让我们一起搭乘966深入林口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订阅起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出发。OK， 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人在台北车站的北二门这里。这一集要带大家搭乘的路线是966，从台北车站一路直达林口、竹林山观音寺以及三重客运的林口站。那到了林口之后呢，我们还会带大家到林口的全新景点走走逛逛哦。现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发去坐车喽。好，出发喽！台北车站的站牌相当多，要搭乘966，请记得在台北车站北二门前市民大道上的台北车站郑州站牌上车哦。966沿途行经候车站、圆环、重庆北路、捷运大桥头站、启聪学校、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、林口长庚医院、林口三井Outlet、林口国宅、林口区公所、醒吾科技大学、竹林山观音寺，最后抵达终点林口站。全程2段票，由三重客运营运。各位，现在我人在966的车上，刚好前一班966把人都载光了，就刚好跳到后面这一班呢，现在都没有人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966有行经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，那行驶国道的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，以自安全。966在台北车站上下客完之后，沿市民大道、中山北路、忠孝西路绕行一圈，接回重庆北路，来到位于后火车站附近的建成圆环。最早可溯及1899年日本时代，台湾总督府提出市区改正计划，又名台北圆环，位于大同区，为南京西路、宁夏路、重庆北路1、2段、天水路等道路的交叉处，临近宁夏夜市，面积约1732平方公尺，于1908年辟建。
在日本时代为台北市最重要的小吃夜市。1943年因台北大空袭期间，建立了防空蓄水池等设施供避难之用。后来因原有夜市借物老旧，并多次发生火灾，改建为以玻璃帷幕为主题的美食馆，于2003年启用，并将原有的圆环路口改为普通石巷路口，但原有店家多已迁出，且美食馆业绩不振。2016年拆除美食馆建物，并在原地进行绿化及改建为公园广场，称为圆环广场。在圆环发迹的美食店家，现仍有少部分继续经营着。现在所行走的重庆北路共有4段，连接士林区中正路及重庆南路1段。重庆北路承接自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台北交流道进出台北市之车流，肩负起台北市门户的重要性。行驶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上，我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，莫过于泰山收费站了。泰山收费站位于泰山区大科路1号，在南下第 35.5K 处，是中山高速公路自基隆起点以来第2个收费站，也是第1座启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。存在期间更是台湾流量最大的公路收费站。1974年7月30日启用，因位于台北都会区，车流量最大，通过车辆数最多的原因，而有天下第1站的称号。随着高速公路改以电子收费，于2013年12月30日拆除，但保留2座票亭作为纪念。原址作为泰山转接道与未来泰山交流道之用。泰山交流道预计使用原收费站以外边坡地，跨越大科溪，连接大科路。966这条路线最早是没有号码的，为林口长庚医院至台北北门的公路客运，于2003年底延驶至竹林山观音寺。2009年6月，因公路客运实施4码编码制度，曾经称为1210，采里程计费。2020年6月28日，转型为新北市快速公车，并赋予号码966，改为2段票收费。
林口区旧称树林口，前身林口乡。因清乾隆末年泉州人张小路入垦，当地森林稠密，并在树林地出入口建立聚落，因而得名。全境地形主要为台地与丘陵谷地，仅北边沿海一带属于滨海滩地。随着林口新市镇的推动，公共建设逐日完善，且属房价相对便宜的郊区地带，并有中山高速公路林口交流道的设立，机场捷运长庚医院 A8 站、林口 A9 站，以及多条快速公车路线加入，让林口交通更为便捷，促使大量外来人口移入。三井凹类、竹林山观音寺、水牛坑等为主要观光景点。从台北车站往返林口长庚医院，不塞车情况下，只要40分钟就可以抵达，相当方便。改为966之后，也比原先还是公路客运时的票价更为优惠，更可以使用 T-Pass。2021年10月15日起，配合林口转运站启用，新辟966副线林口转运站到台北车站。并于同日起调整966部分班次，试办平日尖峰时段不行经龟山地区与林口长庚医院站位的966A 线，丰富966的客源需求。966这条线虽是林口较早期的路线，但林口直达台北车站的优势仍不减它的地位，持续以密集的班次服务大家。未来966还会是林口朋友们相当仰赖的路线。好啦，终点站林口站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车喽。OK， 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们顺利坐来三重客运林口站这里。林口这里到底有什么景点是值得一去的呢？现在我们就出发喽。由于前一班966刚走，下一班需再等约15分钟，而林口站距离第一个景点不会太远，因此我决定骑乘 U-Bike 到第一个景点逛逛。第一个景点，相信林口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，就是竹林山观音寺，简称竹林山寺，又称林口观音妈庙、林口庙或竹林寺，是林口、芦竹、龟山3个地区的在地信仰中心。1801年，今日林口一带的泉州3亿移民创立神明会龙山寺坛乐会，迎接18首观音大士到林口奉祀，当地人称呼为大妈。到了1939年建庙，原先的名称为林口龙山寺，于1949年以芦竹的竹、林口的林、龟山的山3个字改命名为竹林山寺，全名竹林山观音寺。原先是日式建筑，后来改建为闽南式建筑。现在所看到的则是2000年改建，于2012年启用的样貌。落成后更加壮观。竹林山观音寺香火鼎盛，更有全台首座环保香炉，让信众烧香不再睁不开眼或泪如雨下。庙前有占地约2万坪的台式庭园，称为竹林山寺公园，供游客休息之外，加上园区种植樱花，春天常涌入赏樱人潮。既然来到竹林山观音寺一带，
当然也要到外面的公园走走逛逛。过年期间，这里肯定会有络绎不绝的香客。若是担心没有位子停车，想要到竹林山观音寺朝拜，搭乘966到竹林山观音寺这站下车就可以咯。紧接着，我继续骑乘 U-Bike， 穿过林口国小，顺林口路骑约5分钟，我便在林口路这稍作停留，走进林口在地人早期的生活市集。林口路走到底，经过林口公有市场，这条是中正路，称为林口旧街，现已改名叫林口中正艺术上街。由于位处林口台地与泰山、新庄往来的交通要道之上，因而形成了一个地方型的小市集。在日本时代，政府在树林口设置庄艺场，成为地方行政中心，带动地方发展。林口的发展重心虽已转移至长庚医院、未来城等地，旧街没有新颖的大楼以及三井Outlet周边的观光人潮，但仍不失热闹的气息。旧街两旁仍林立着各式店家，也不时有在地的人群与机车在此穿梭，少个观光客，但充满浓浓的在地风味。来到邮局这带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里的邮局呢？据了解，在邮局旁边的这块停车场，曾是三重客运林口站，以前的林口到板桥公路客运线就是在此发车，现已改为收费停车场。出来林口旧街，我从林口农会搭乘898路线，约莫7到8分钟车程，来到最后一个景点国家档案馆，位在林口运动公园旁。智慧型公车候车亭令人耳目一新。以前这站站名为林口国宅，因国家档案馆开幕，配合改名国家档案馆站。若是一样搭乘966，请记得在运动公园这站下车，顺文化一路走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家档案馆。顺着斜坡道往上走，这栋砖红色渐层玻璃及雾面钢片的建筑就是国家档案馆，保存了许多台湾过去的历史，就像是本大型的历史书。主要功能有文件的收集、保存、修复和教育推广。于2025年11月22日正式开馆启用。一进到大厅，迎面而来的竟是大片的落地窗及开阔的空间，相当舒服。常设展都是免费参观的。一进到常设展厅，这个展览名称为“导读我们的故事”，令人回味的展物及事迹，像是爱国奖券、10大建设等，让大家看见丰富的台湾史，并透过创新互动与情境体验，回味过往，也开启未来想象。在常设展厅旁结合沉浸式的档案元宇宙，这个是要事先预约的。寓教于乐展示档案幕后日常，体验一般人无法进入的国家档案专业场域。若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上国家档案馆官方网站查询。来到特展厅，这个展览为重返1987，时任总统蒋经国先生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，从戒严日常、戒严成真到民主进化的历史脉络，结合电影院、学校课堂、唱片行及街头抗议等生活场景模拟，体会民主之路的不易与艰辛。至于其他的展品，这里就不再多做介绍。逛完特展及常设展，外面即是纪念品店及咖啡厅，可以在此享用轻食。往上走为国家档案阅览中心，
提供国家档案应用参考咨询服务，需要事先申请。国家档案馆的馆藏容量接近200座101大楼的高度，以公务文书为主，另有珍贵历史文物、照片、图片、影音等，兼具纸质及多元媒体形式，具有历史及文化教育价值。国家档案馆的外面是一片户外园区，走在布满树木的绿地，身心也能得到放松。另外，国家档案馆亦有免费的接驳车接驳至林口转运站，方便民众转乘桃园机场捷运林口 A9 站。详细的时刻及资讯会在影片的最后放上给大家参考。若是想和我一样来一趟林口行，不妨就该搭乘9668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最后我出来了国家档案馆的门口这里。这一集林口行带大家走了林口老街、竹林山观音寺以及国家档案馆，行程也是相当的充实。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那这一集的影片就为你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 Albert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喽。